15門152毫米主炮超過33節的高速，曾在漆黑的瓜達爾卡納爾海面上猛擊日本戰列艦比瑞號，這就是僅建成2艘的聖路易斯級輕巡洋艦。聖路易斯號從珍珠港突圍，一直戰鬥到日本投降，海倫娜號則憑借雷達與高射速主炮，在瓜達爾卡納爾夜戰中率先發現日軍艦隊，並向包括比瑞號在內的日軍艦艇猛烈開火，最終在1943年7月的庫拉灣海戰中被多枚魚雷擊中，艦體斷裂沉沒。從珍珠港到瓜島，從雷達夜戰到艦隊防空，聖路易斯級幾乎經歷了美國海軍最艱苦的戰爭初期。一艘輕巡洋艦究竟憑什麼擁有如此強大的夜戰火力？它又是如何從傳統炮戰型巡洋艦走向雷達化多用途作戰？建造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海軍軍備競賽受到條約體系限制。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和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確立了巡洋艦噸位與主炮口徑限制。輕巡洋艦標準排水量上限為1萬噸，主炮口徑不得超過155毫米。美國海軍據此先後發展奧馬哈級和布魯克林級輕巡洋艦。布魯克林級共建造7艘，裝備5座3連裝152毫米主炮，全艦15門主炮，對海火力十分強大。但其副炮主要採用5英寸25倍鏡單裝高射炮，射高、射速和防護條件有限，面對不斷發展的艦載機和陸基航空兵，防空能力逐漸顯得不足。與此同時，日本海軍建成最上級輕巡洋艦，該級艦裝備5座3連裝155毫米主炮，並預留改裝203毫米主炮的空間，火力十分強大。最上級的出現進一步加劇了美國海軍對新型巡洋艦綜合性能的關注。美國海軍認為，未來巡洋艦不僅需要與敵方巡洋艦交戰，還必須承擔艦隊防空、護航、夜戰和對岸火力支援等任務。布魯克林級的原有設計已經難以完全滿足未來戰爭需求。1936年前後，美國海軍開始對布魯克林級後續艦進行重新設計。新艦保留15門152毫米主炮這一核心火力，同時重點改進副炮、動力系統、上層建築和火控設備。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換裝5英寸38倍鏡 Mk12高頻兩用炮，使巡洋艦能夠同時承擔對海射擊和中程防空任務。動力艙室和內部布局也進行了調整，為提高抗損能力以及未來安裝雷達、防空武器等設備留下空間。經過改進後，2艘新艦最終成為聖路易斯級輕巡洋艦，並納入美國海軍1936財年造艦計劃。聖路易斯級誕生之時，海軍條約體系已經逐漸走向崩潰。日本退出海軍條約體系後，原有噸位限制逐漸失去實際約束，世界主要海軍重新進入軍備擴張階段。隨後出現的克利夫蘭級進一步擴大艦體，並擁有更強大的防空能力。聖路易斯級因此成為美國海軍條約型輕巡洋艦發展過程中的重要過渡型號，處於條約海軍時代走向終結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歷史交界點。設計特點：聖路易斯級是在布魯克林級基礎上的進一步改進型，其設計重點並不是單純增加主炮數量，而是在基本保持15門152毫米主炮強大火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改善艦艇的綜合作戰能力。隨着航空兵和雷達技術迅速發展，美國海軍開始更加重視巡洋艦的防空、夜戰以及艦隊協同能力。因此，聖路易斯級在設計時特別強化了防空武器配置、火控系統和動力可靠性。與布魯克林級相比，聖路易斯級最明顯的變化是採用了更加完善的5英寸38倍鏡高頻兩用炮作為副炮，並為後續增加40毫米博福斯和20毫米厄利孔防空炮留下了空間。與此同時，艦上的火控和雷達設備也更容易隨着技術發展進行升級，使其能夠從傳統的炮戰型輕巡洋艦逐漸轉變為兼具水面作戰、艦隊防空和夜戰能力的多用途巡洋艦。
動力系統同樣進行了改進。聖路易斯級採用重新設計的鍋爐和輪機布置，在保持約32節高速的同時，提高動力系統的可靠性和抗損能力。總體而言，這一級艦的設計思想可以概括為繼承布魯克林級的強大主炮火力，同時通過防空、動力、火控和艦體內部布局的改進，提高艦艇在現代海戰中的綜合生存和作戰能力。建造情況：聖路易斯號由馬爾島海軍造船廠建造，1938年2月10日鋪設龍骨，1938年4月15日下水，1939年5月15日正式服役。海倫娜號則由紐約海軍造船廠建造，1936年12月9日鋪設龍骨，1938年8月28日下水，1939年9月18日服役。兩艦服役時間相隔不久，隨後都進入美國太平洋艦隊。聖路易斯級標準排水量約1萬噸，滿載排水量超過 1.2 萬噸，全長 185.4 米，艦寬 18.8 米，設計最大航速約32節，具備較大的遠洋航程，非常適合執行太平洋戰場的遠距離任務。需要指出的是，兩艦並不是在1941年才首次安裝雷達，也不能簡單稱為美國第一艘出廠及配備完整雷達的輕巡洋艦。真正重要的是，兩艦在戰爭期間迅速獲得雷達，並不斷進行升級，使雷達逐漸成為其夜戰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艦體：聖路易斯級採用長手樓艦型，艦體全長約 185.4 米，最大寬度約 18.8 米，標準排水量約1萬長噸，滿載排水量約12700至13000長噸。布魯克林級全長同樣約 185.4 米，標準排水量約9700至9800長噸，滿載排水量約12200至12600長噸。因此，兩級艦在外形尺寸上基本相同。聖路易斯級並沒有通過明顯擴大艦體來獲得性能提升，而是在相近的艦體尺度內重新安排設備和重量。艦體結構採用大量焊接工藝，以減少結構重量並提高建造效率。內部劃分為多個水密艙室、動力艙、彈藥庫等重要區域，通過隔艙進行分隔。當艦體局部遭到炮彈或魚雷攻擊時，可以限制進水範圍，配合排水、消防和損管系統，提高艦艇的抗沉能力。艦體內部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動力艙採用較為分散的布置方式，使鍋爐和輪機不會全部集中在同一區域，這樣即使艦體遭到局部破壞，也能夠盡可能保留部分動力。艦體上層建築和甲板空間則經過重新規劃，為雷達、火控設備以及戰爭期間不斷增加的防空炮提供了安裝空間。因此，從外觀上看，聖路易斯級與布魯克林級非常接近，但其內部結構更加適應戰爭時期不斷增加的電子設備和防空武器。布魯克林級提供了成熟的艦體基礎，而聖路易斯級則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了空間利用率和戰場生存能力。武器系統：聖路易斯級最核心的武器是5座3連裝6英寸47倍鏡 Mk16型艦炮，全艦共15門152毫米主炮，炮塔沿艦體中軸線布置，艦首3座，艦尾2座，使其能夠在正面和側舷方向集中發揮強大的炮火。Mk16型艦炮最大的特點並非單發威力，而是威力、射程與射速之間的平衡。標準 Mk35型穿甲彈重約59公斤，炮口初速約762米每秒，最大射程約 23.9 公里。Mk34型高爆彈重約 47.6 公斤，炮口初速約812米每秒。該炮設計射速約為每門每分鐘8至10發，具備極高的持續火力。按照理論最大射速計算，15門主炮全部以10發每分鐘射擊，全艦理論射速可達到150發每分鐘，以8發每分鐘計算，也有約120發每分鐘。如果一次15門主炮齊射，使用59公斤的穿甲彈，
一輪便可投射約885公斤炮彈，使用47.6公斤高爆彈則約714公斤。按照8發每分鐘計算，全艦1分鐘理論上可以發射120發穿甲彈，相當於向目標投射約 7.1 噸炮彈。理論最大10發每分鐘則達到約 8.9 噸。不過，這屬於理論火力輸出，實際戰鬥中還會受到炮塔轉向、裝填、火控修正和人員操作等因素影響，因此實際持續射速通常低於理論值。正是這種15門高射速152毫米主炮與雷達、火控系統相結合的火力模式，使聖路易斯級不僅能夠與敵方巡洋艦進行炮戰，也非常適合夜戰和持續火力壓制。海倫娜號在瓜達爾卡納爾島戰役中的表現，正是這種火力體系的典型體現。副炮方面，聖路易斯級裝備8門5英寸38倍鏡 Mk12高頻兩用炮，安裝在4座雙聯裝炮塔中。5英寸38炮是美國海軍2戰時期最重要的通用艦炮之一，它既能夠攻擊水面目標，也能夠承擔中程防空任務，並可以使用近炸引信炮彈。隨着戰爭發展，火控系統和近炸引信進一步提高了其對飛機的威脅。近程防空武器則經歷了明顯變化。服役初期，兩艦裝備28毫米4連裝防空炮和 12.7 毫米高射機槍，但28毫米炮可靠性和射速均不理想，因此戰爭期間逐漸被40毫米博福斯炮取代。12.7 毫米機槍則大量被20毫米厄利孔机炮取代。經過多次改裝後，聖路易斯級形成了由5英寸炮、40毫米博福斯和20毫米厄利孔組成的多層防空火力體系。到戰爭後期，這種防空配置已經成為美國巡洋艦最典型的武器組合之一。兩艦還裝備533毫米魚雷發射管，但與日本巡洋艦相比，美國巡洋艦對魚雷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防護系統。聖路易斯級的防護主要集中於動力艙、彈藥庫、炮塔和司令塔等核心區域。主裝甲帶最大厚度約127毫米，水平裝甲和炮塔也進行了重點強化。這樣的防護雖然無法抵禦戰列艦大口徑炮彈的直接命中，但面對輕巡洋艦和驅逐艦的中小口徑炮火，能夠提供較好的防護。與單純增加裝甲厚度相比，美國海軍更加重視水密分艙與損管能力。艦內設置大量水密艙室，並配備完善的消防、排水和備用系統，即使部分區域遭到嚴重破壞，也能夠盡力維持艦體浮力和動力。這種設計在海倫娜號的最後一戰中得到了體現。1943年7月6日凌晨的庫拉灣海戰中，海倫娜號遭到日本驅逐艦發射的93式魚雷攻擊，至少3枚魚雷連續命中艦體，造成嚴重的結構性破壞，最終艦體斷裂成3段並沉沒。雖然如此嚴重的連續魚雷命中已經超出了輕巡洋艦防護能力的極限，但艦員仍進行了有組織的損管和撤離，大量人員最終獲救。艦載水上飛機。聖路易斯級服役初期主要搭載柯蒂斯 SOC 海鷗式水上偵察機，隨後換裝性能更好的沃特 OS-2U 翠鳥。這些艦載機主要承擔海上偵察、炮火校射、聯絡和有限的反潛任務。在戰爭初期雷達尚未普及的情況下，對巡洋艦擴大搜索範圍具有重要作用。1943年海倫娜號戰沉後，剩餘的聖路易斯號繼續使用艦載水上機。隨着雷達技術成熟以及陸基航空兵艦載機力量不斷增強，水上飛機的戰術價值逐漸下降。戰爭後期，聖路易斯號的航空設施和水上機數量受到壓縮，部分空間轉用於增設防空武器和雷達設備，使其逐漸從傳統的艦炮偵察型巡洋艦轉變為以艦隊防空和火力支援為主的多用途輕巡洋艦。動力裝置。聖路易斯級採用4軸推進系統，
裝備8台巴布科克威爾科克斯高壓燃油鍋爐，驅動4台齒輪減速蒸汽輪機，總輸出功率約10萬軸馬力，設計最大航速約33節，海試時實際航速超過33節。這樣的高速性能使其能夠跟隨美國快速艦隊行動，並滿足航母編隊高速機動以及獨立執行遠洋任務的需要。與布魯克林級相比，聖路易斯級動力系統的重要改進之一是鍋爐艙和輪機艙採用更加合理的交錯分隔布置，4個鍋爐艙與4個輪機艙分散配置，使單次魚雷或炮彈命中不容易同時摧毀全部動力設備，從而提高艦艇遭受局部損傷後的機動能力。燃油艙則分布於艦體內部，在15節經濟航速下續航力約1萬海里，具備跨越廣闊太平洋執行遠洋作戰的能力。4台蒸汽輪機分別驅動4根螺旋槳，巡航時可以根據航速需求調整鍋爐使用狀態，高速作戰時則投入全部動力。強大的動力系統為聖路易斯級帶來了較高航速和遠洋續航能力，但鍋爐、輪機以及燃油儲備本身也佔用了大量艦內空間和艦艇重量，使有限的噸位必須在動力、裝甲、武器和續航能力之間進行平衡。艦上同時裝備汽輪發電機，為艦炮火控、通信以及其他艦載設備提供電力。隨着戰爭後期雷達、火控設備和大量防空武器不斷增加，艦上的電力需求也隨之上升，這成為巡洋艦持續現代化改裝時必須考慮的重要因素。服役經歷：珍珠港事件和太平洋戰爭初期，聖路易斯號和海倫娜號都加入了太平洋艦隊。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時，兩艦都在珍珠港。海倫娜號停泊在1010號碼頭附近，成為日軍第一波攻擊的重要目標之一。日軍魚雷機對艦艇發動攻擊，一枚魚雷命中海倫娜號，造成艦體進水和一定損傷，但它並未因此失去戰鬥力。聖路易斯號當時停泊在珍珠港海軍船廠附近，日軍發動空襲後，艦員迅速啟動主機並做好出港準備。在港內多艘大型艦艇遭到攻擊、嚴重受損甚至沉沒的情況下，聖路易斯號最終成功駛出珍珠港，並躲過了日軍的持續攻擊。由於這一幸運經歷，艦員後來給他取了 Lucky Lou 幸運的盧這一綽號。珍珠港事件之後，美國太平洋艦隊進入全面戰爭狀態，2艘聖路易斯級也隨即投入連續不斷的作戰行動。瓜達爾卡納爾與所羅門群島。1942年，瓜達爾卡納爾島成為太平洋戰場最激烈的戰區之一。美國海軍不僅需要保護登陸部隊，還必須阻止日本海軍通過東京快車向瓜島運輸增援部隊。海倫娜號很快成為美國夜戰部隊的重要成員。由於裝備雷達，它能夠在夜間較早發現日本艦艇，並向驅逐艦提供火力支援。1942年11月12日至13日的第一次瓜達爾卡納爾海戰中，海倫娜號參加了激烈的夜間炮戰。當時美國艦隊與日本艦隊在極近距離突然遭遇。凌晨1時24分左右，海倫娜號利用 SG 雷達率先發現日軍艦隊，隨後迅速進入戰鬥狀態，以15門152毫米主炮猛烈開火。在這場夜戰中，海倫娜號共發射約345發6英寸152毫米炮彈，另發射約112發5英寸炮彈。日本戰列艦比瑞號則遭到包括海倫娜號在內的多艘美軍艦艇集中攻擊，艦體和上層建築遭受嚴重破壞，最終失去戰鬥力，並於次日沉沒。這場戰鬥證明，在沒有航空兵直接支援的夜間環境中，雷達能夠幫助輕巡洋艦提前發現敵人，而高射速152毫米主炮則可以迅速形成密集火力。海倫娜號也因此成為美國海軍早期雷達夜戰的重要代表。在此期間，聖路易斯號則持續承擔護航、炮擊、運輸保護和防空等任務。海倫娜號的最後一戰
1943年7月6日凌晨，庫拉灣海戰爆發，美國海軍編隊試圖攔截向新喬治亞群島運送增援部隊和物資的日本東京快車艦隊。海倫娜號與美國驅逐艦組成編隊，利用雷達率先發現日軍艦隊，並迅速展開炮擊。雙方很快進入激烈夜戰。海倫娜號憑借雷達和152毫米主炮猛烈射擊，對日軍艦艇造成一定損傷。然而，日本驅逐艦隨後發射的93式魚雷也向美軍編隊襲來。海倫娜號在短時間內連續遭到至少3枚魚雷命中，艦體遭受毀滅性破壞。猛烈的水下爆炸撕裂艦體，使其最終斷裂成3段並沉沒。大批艦員落入漆黑的海面，而附近仍有日本艦艇活動，使救援行動極其危險。隨後，美國驅逐艦和其他艦艇冒險展開搜救，並有大量海倫娜號官兵獲救。這艘曾在瓜達爾卡納爾夜戰中表現出色的輕巡洋艦，最終在庫拉灣沉入海底，結束了短暫而激烈的戰鬥生涯。聖路易斯號繼續戰鬥。海倫娜號沉沒後，聖路易斯號繼續參加太平洋戰場的大規模作戰。1943年至1944年，他先後參加新喬治亞群島、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以及馬里亞納群島等作戰行動。在航母編隊中，他承擔防空護航任務，在2棲登陸作戰中，則使用152毫米主炮對岸炮擊，為陸軍和海軍陸戰隊提供火力支援。1944年菲律賓戰役期間，聖路易斯號參加萊特灣戰役。他作為美國艦隊的一部分，參加蘇里高海峽方向的作戰行動。在這場戰鬥中，美國艦隊利用雷達、魚雷和戰列艦炮火，對日本西村艦隊實施毀滅性打擊。聖路易斯號也參與了這場著名的夜戰。1945年，聖路易斯號繼續參加沖繩戰役。此時，日本已經大量使用神風特攻機，聖路易斯號多次遭到空襲，並最終被神風飛機撞擊，艦艇受到嚴重損傷，並出現人員傷亡。但憑借美國海軍完善的損管體系，它最終得以修復並重新投入戰鬥。從1941年的珍珠港到1945年的沖繩，聖路易斯號幾乎貫穿了美國海軍太平洋戰爭的整個過程。總結評價：聖路易斯級雖然僅建成2艘，卻是美國海軍輕巡洋艦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級。它以布魯克林級為基礎，在動力、艦體結構、防空和電子設備方面進行了改進，形成了較為均衡的綜合戰鬥力。15門152毫米主炮賦予它強大的水面火力，5英寸高頻兩用炮和戰爭期間不斷強化的40毫米、20毫米防空武器，則使其逐漸成為艦隊防空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雷達與主炮火控的結合，使海倫娜號在瓜達爾卡納爾夜戰中展現出輕巡洋艦在雷達時代的全新作戰能力。2艘艦一沉一存，卻共同經歷了太平洋戰爭最關鍵的多個戰場。海倫娜號最終戰沉於庫拉灣海戰，聖路易斯號則從珍珠港一直戰鬥到沖繩。他們沒有依靠某一項極端性能取勝，而是憑借火力、防護、航速、防空、續航和損管能力，在不同任務中持續發揮作用。聖路易斯級所體現的，正是美國海軍戰時巡洋艦設計的核心理念，不追求單項性能的極端化，而是通過均衡可靠的綜合性能，成為能夠長期適應不同戰場環境的海上多面手。